如果要给理想的青春下一个定义，那么能够陪伴航空母舰巡游万里海疆的人生，应该就是航母舰员对青春最美好的诠释。第一次上舰，感觉太震撼了。我真的能操纵这万吨巨舰吗？战场只有战士，男舰员能做好的，我们照样也能做好。我们敢和其他班的女舰员比拼，也敢和男舰员较劲。来自鱼米之乡湖北汉川，来自河南驻马店，来自广袤草原与大兴安岭相遇的地方内蒙古兴安盟，来自浙江嘉兴，来自塞上京城内蒙古呼和浩特，来自美丽的新疆昌吉是哈萨克族，来自湖南益阳的湘妹子，来自福建省厦门市，来自六朝古都南京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和山东舰一起感受乘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大气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山东舰的驾驶室了。大家都知道，驾驶室呢是舰艇航行的指挥和操纵部位。那么航母这个庞然大物在海上又是如何被操纵的呢？我叫叶韵韵，今年24岁，来到航母已经4年了。我的站位在驾驶室，作为一名航母掌舵手，舰载机的每一次平稳起降都与我有关。舰载机是航母的拳头，操作最难的就是与舰载机的配合。把航母操纵好、操纵稳，要付出很多努力。第一次独立操作，飞机马上要起飞了，海况突变，风速变化特别快，如果舵脚稍微偏一点，可能瞬间就会横移几米，手心直冒汗。但一步步操作下来，没出一点岔子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和舰载机一起感悟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的激昂壮志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起飞区了，在甲板上一共有3条滑跃起飞跑道。每当歼15舰载机准备起飞时，起飞助理都必须要沉着冷静、干脆利落地做出放飞动作。甲板收过去位，3号位可以起飞，明白。这里是中国海军山东舰。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17 College. 你好，东方。好的，正在为你转接，请稍等。即将进入到的是山东舰的话务中心，这是全舰唯一一个全部由女舰员组成的班级。出海的时候呢，手机是无法正常使用的，但是如果家中有急事，我们也是开通了一些卫星电话，供大家与家人取得联系。所以我们的钢铁巨舰也是很有温度的。在舰上，那联系方式就更多了。我们有这样的内部网络、生活电话，包括像我手里现在拿的这部移动终端，这样呢，随时随地的取得联系，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。为了把专业练精练强，我们专门进行了记忆训练，把枯燥繁杂的号码串成顺口溜，想成舞蹈动作，改成歌词，画成漫画，编成故事，来帮助记忆。作为话务员，我们靠电波传递信息，用声音点缀航母事业，用微笑来展现我们的专业态度。在我们班，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战备执勤，我们都有一股不认输、不服输的劲头。巾帼不让须眉，女舰员也有不一样的风采。作为首艘国产航母舰员，
我将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，始终与山东舰一起同行，乘风破浪。我是花务员宋琴格，河南长葛人，目前担任女舰员队士官长。在班里，我是兵龄最长、经验最丰富的老同志，所以平时大家都喜欢找我聊天谈心。我喜欢倾听别人，替别人分忧解难。我也像其他女孩子一样，爱笑爱美，向往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虽然我不能穿着裙子去看漫山碧透、层林尽染，但是有跳动的浪花陪我驻守在海天一线。在这里，我不仅仅学习到了专业知识和通用技能，更是提升了自己的思维境界和工作标准。这里让我成为了更好的我，我们也变成了更好的我们。我记东西不是很快，经常是记了忘，忘了再记。于是我加倍努力，利用别人休息时间，争分夺秒地学专业。终于在这样不断的坚持下，达到了岗位合格。我是话务员加伊达阿扎提，来自美丽的新疆昌吉，是哈萨克族。话务员对普通话要求很高的，我高中才学普通话，刚来的时候甚至都不敢开口，但是在班长的悉心帮助下，我的普通话慢慢变好，如今也可以正常值班了。在这个光荣与责任并存的单位，我很荣幸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，并为之努力奋斗。航母是一个能够很好展现自我的平台，通过参加舰上的文艺活动，不仅提高了我的能力，而且充实了我的生活。这里是我逐梦青春的最好选择。我相信，在这里的宝贵经历将成为我人生路上最值得回忆、最美丽的画卷。在这里，全体航母舰员一起，始终朝着向战、为战、能战，争取更大荣光，奋勇前进。我的青春，有远海的蓝，有额角的汗，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。对于未来，更想脚踏实地，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，保护好身后的家。我觉得操作是航海里面最基础的一个站位。都说大海航行靠舵手，只要在海上航行，舵手就是无法被替代的一个职业。能够把自己的经验投入到为国防力量建设当中，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而且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机会、有能力去参与的。在这里，我们亲身感受到人民海军向海图强、逐梦深蓝的铿锵豪迈。当然，这少不了奋战在飞行甲板的彩虹人，也少不了坚守在深舱站位的向日葵，更少不了分布在全舰各个站位为航母事业奉献青春的舰员。这样的青春不飒吗？这就是我们的理想青春，我们的山东舰。